晨。怎么是你？贱人！死不离婚，还趁我喝醉爬上我的床，叶芊芊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和我的丈夫睡同一张床，有什么不要脸？你爸还死我父，你明知道我恨不得让你死，睡仇人的女儿，我陆少晨还没饥渴到这种程度。少晨，3年前的事情一定是有误会。够了，看着我，我让你看着我。少晨，不，临近离婚都想让我睡你是吗？既然你这么缺爱，好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满足你。我的专情你不必理睬。林峰，我想再打一针排卵针。不行，排卵针是激素，会加速你癌细胞生长的。可我必须怀孕，因为孩子的脐带血就小细。今晚我必须要见见陆少晨。我和你像白天到黑夜，从陌生到热烈，却无法再见一面。就算太阳不会冷却，也会。真令我恶心。无论是你的脸还是你的身子，都实在令人作呕。陆少晨，你怎样羞辱我都没关系，只要小心，能平平安安的。叶芊芊，跟我玩欲擒故纵。昨晚很顺利，我大概需要多久能知道结果？起码要等1个礼拜。芊芊，你得了胃癌，怀疑会耽误你化疗的。芊芊，你和陆少晨离婚吧。你看这3年，他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叶芊芊，原来你迫不及待要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他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叶芊芊，昨天没能满足你是吗？现在又跑来医院来搜，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你老公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还欠我们陆家2条人命，没还干净就想跑了？你以为我想看到你这张脸呢？你现在不过是为了3年前那场车祸赎罪而已。也许奶奶还会有几颗圆圈，也许走走停停还留在原点。叶大小姐，为了你这种还得人多久？最后真的消失不见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，还是你以为太沉我失去方向？跌跌撞撞的撞上一道围墙，把自己围起来。芊芊，快起来！芊芊，芊芊！年纪轻轻就得了绝症，叶小姐，你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你醒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太大力了。没诚心跑你，安梦瑶，你放开！叶芊芊，你老公不疼，孩子又得病，你这么可怜，是怎么有勇气继续活下去的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孩子？因为帮你接生的那个人是我的人呀。叶芊芊，我警告你，赶紧跟少晨离婚，不然我就让你的孩子死在重症监护室里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昨天我就在想啊，假如你的脸毁了，你还能勾引男人吗？安梦瑶，你这个疯子！或者我杀了你，再告诉少晨哥，
你是自杀的。秦贤，秦贤，原来杀人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少成哥，你别管甜甜姐，是他。少成哥，少成，少成，刚刚真的不是我。我亲眼看见他，你还想狡辩？梦柔那么温柔，这么善良，你为什么连他都害？为什么？病人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用他的，他是 O 型血，万能血型，要多少抽多少。陆少成，会像撒娇，说一声那么长，爱与你都不重要。病人已经抽了600cc 了，不能再抽了。不用管他身体一向好了。陆少成，你好狠。醒啦？抽了这么多血都没死，你还真是祸害1000年呀！你不是应该在医院？既然敢自导自演，当然知道刀子往哪捅才流血多，还不会死啦。你就不怕我告诉少成？叶浅浅，你还真是天真呀！少成哥呀，根本就不相信你，只要我撒娇，他就会围着我转。离婚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要是不离的话，你的孩子……你敢打我，我掐死你！叶晨贤，你要发什么疯？少成哥，你别生气，是我多嘴。我说他只是看上陆家的钱，所以他才……闭嘴！你血口喷人！闭嘴的人应该是你。梦瑶说的有错吗？不过是个利欲熏心的人。我不是，是安梦瑶她自导自演。喜欢钱是吧？小杨，拿100万块。喜欢钱是吧？陆少成，把你的钱拿走，不要用钱来羞辱。羞辱！都给你！这钱就当做是你给梦瑶抽血，拿去。先少说，100万，或许我还能再给你加点儿。这样羞辱有什么意义呢？不如你杀了我！哦，真好，叶浅浅，我会让你后悔说了这句话。喂，小姐不好了，夫人快不行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我马上回来。别抓我！别抓我！放开我！浅浅，舅舅什么也没干呀！浅浅，你要相信舅舅。浅浅，好了，我们去医院。浅浅，离开陆少成。陆少成是陆少成做的。浅浅，离开你，离开不爱你的人。妈，叶姐姐，说了这句话。陆少成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让我后悔。你好狠心！我怀孕了，陆少成能害死我妈妈，肯定不会对孩子心软。宝宝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。林峰，姐姐，
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没有妈妈，宝宝不能出事，你带我走吧。林峰，我先去医院接小新，然后再来找你会合。好。喂，找谁？您好，先生，您的妻子叶浅浅昨晚发生车祸，抢救失败，请您速来医院签字。叶浅浅，把戏做这么一trận，连医院的船都后。陆总，我是来替叶家收拾浅浅遗物的。不可能，真不可能！浅浅呢？浅浅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我这不是给你送来了吗？不可能，真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船都起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让我以为倩倩死了，然后你们两个好双宿双飞，对不对？妈的，倩倩是有多倒霉，她有你这样的丈夫，是我给倩倩的事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管。要拿东西是吧？好，让她自己亲自来拿。既然你不让我拿，我就不拿了。但有一样东西必须要给你看。怎么，吓着了？其实他早就想告诉你的，只是你他妈一直都不信。这不正好吗？你终于如愿以偿，他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死。你到底把他藏哪儿了？说，是不是藏叶家了？混蛋！现在哪还有叶家？不都被你给铲除了吗？被我铲除。桑伟被人压葬，倩倩的妈妈心脏病发身亡，这些不全都是你干的吗？你说什么？韩无忌心脏病身亡？你别告诉我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快告诉我！倩倩家出事了，叶家集团破产了。什么？告诉你件事情，陆少臣并不知道叶氏倒闭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真凶极有可能是恩梦瑶。刚一出去就打电话着急汇报，看来对方的身份不一般呢。叶倩倩，就算你躲到天边，我也会把你找回来。少晨哥，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梦瑶，你是不是把结婚请柬给倩倩了？是我给的，我只是想用激将法帮你把浅浅姐追回来。可是她不仅不吃醋，还说她只爱许林峰一个人。闭嘴！少晨哥，或许对于浅浅姐来说，死是一种解脱，毕竟爱而不得的滋味不好受啊。你给我出去，滚！喂，我已经把叶浅浅解决了。那场车祸难道真的是你？是啊，是我做的。你不是说要让叶浅浅离开吗？所以我就……蠢东西！我说的离开是让他离开陆少臣，不是让他离开人世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反正你说的我已经做到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当上陆太太？你自求多福吧。喂，
叶倩倩，凭什么所有人都站在你身边？ Sick of all these people talking, sick of all this noise. Tired of all these cameras flashing. 哎，多多。对了，怎么不把小新也带回来？小新身体不好，让他在 M 国休养吧。那你这次回荣城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听说陆少成和安慕瑶今天要举行订婚宴，身为故人，我当然要送他们一份礼物了。安慕瑶，你是没想到我还没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你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双倍返还给你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在百忙之中参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少成哥，这是我跟我前男友的照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片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安小姐可真会看玩笑。关你，你是叶浅浅。安小姐订婚流程是由陆家办的，你不知道？难道这是陆家干的？浅浅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。浅浅，我找了你5年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。陆先生，你弄疼我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看不出来呀、订婚当天，陆总要跟着其他女人走了。陆先生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会认错。我真的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浅浅。陆先生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少成哥，今天可是我们的订婚典礼啊！陆先生，您的未婚妻还等着你。我没有未婚妻，宣布订婚典礼取消。少成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快结婚了！如果不是看在爷爷的面子上，我会和你。我宣布订婚典礼取消。都是你！试着抓紧你的手，请不要甩开我。谢谢陆先生。少成哥，陆先生，你的未婚妻不太喜欢我，我就先走了。刚才。少成哥，你别走，今天可是我们的订婚典礼啊！哼，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怎么能丢下梦瑶去追别的女人呢？啊，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爷爷，那不是别人，他可能是浅浅。浅浅已经死了，浅浅没有死。5年前，我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殡仪馆也没有他的火葬记录。就是因为这个吗？你这5年来，你夜夜的买醉，你哪还有一点我们陆家掌门人的样子啊？总之，我是不可能跟安梦瑶订婚的。你真是的！爷爷，您保重身体，我先走了。今天出现在订婚宴的女人，给我查一查她的身份。我倒想知道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打我陆家的主意。朵朵，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呀？为什么不开心呀？幼儿园的小朋友说，朵朵是野孩子，没有爸比。朵朵当然有爸爸啦。每次当朵朵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爸爸就会像超人一样出现在朵朵身边。哇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妈想吃绿色蛋糕。那妈妈去给你买，你在这等我好不好？好。这么大的人，怎么带？少爷，干嘛对一个小孩子这么上心？没事，我去看看他。好。哎，小朋友，给你一个气球。谢谢。
宝贝，没事吧？你能做我的爸比吗？你让我做你的爸爸？妈咪说，朵朵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爸比就会像超人一样出来。朵朵，妈妈不是告诉你不要乱跑吗？妈咪，是爸比救了我。朵朵，不要乱说话，他不是你爸爸，原来是陆先生。谢谢陆先生救了我女儿。没关系，认识一下，我叫陆少晨。我知道，陆先生在荣城特别有名。那荣城的人怎么说？说您做事雷厉风行，头脑聪明。不过今天一见，我觉得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。我跟那位浅浅长得真的很像吗？确实相似。不过她没你这么漂亮时尚，也不懂得打扮自己。那真是有缘分，你们的关系一定很好吧？好，我们关系挺好的，但她不在荣城。那太可惜了，有机会我真想见见他。啊，陆先生今天着急回家吗？不如去我家吃个晚饭。谢谢你今天救了我。好，走吧，朵朵。陆先生，你先坐下来休息，我去做饭。好。朵朵。爸比，你跑哪去了？妈妈现在才回来。那爸比以后一直陪着你好不好？好，拉钩。查到了，我晚点过去找你。陆少晨现在在我家，先挂了。这是M1的资料，安梦瑶有幸去世，父亲成都，以前在 4S 店工作1个月。我在想，她一个毫无背景的打工妹，哪来的钱给陆少晨？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，但是他的社交圈并没有符合朋友，而且门下也没有借贷，这就奇怪了，总不能他和别人合作，然后一起分赃吧？合作结盟？你是想到什么？我是想到了一个人，但是还不能确定。谁？我舅舅宋威。当初陆氏夫妇双亡，陆氏大厦将倾，我舅舅买下整个集团，紧接着安梦瑶就有钱救济陆少晨。你的意思是，宋威和安梦瑶结盟，一个想要陆氏，一个想要陆少晨？虽然只是怀疑，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大。我想找舅舅问个清楚。你舅舅放贷杀人案，自从出狱之后就人间蒸发一样。放心，我会找到他的。少爷，这是关于那孩子的所有资料。他叫叶星朵，在 M 国出生。他还有个哥哥叫叶小星，一出生就得了败血症，在 M 国救治成功。叶小星、叶星朵都是荣城的户口。是，他们一家人之前去 M 国大概率是为了治病，据说叶小星在国外恢复得很好。那女人的资料在这儿。叶菲菲，杜克大学，学的是珠宝设计，博士学位。韩国。浅浅大学学的是中文，而且是本科，也没出国留过学。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人了？少爷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资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其实属下也觉得她长得很像少夫人，但从整体的气质来看，少夫人是远远比不上叶小姐的。是吗？我觉得浅浅挺好。什么？安小姐和前台吵起来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少爷，安小姐她不用管，过会儿就消停。安小姐，安小姐，我可是你们未来的总裁夫人，你敢拦我，我打你都是轻的。安小姐，陆总特意嘱咐的，没有预约谁都不能进的。你还敢狡辩？安小姐，有事儿？不让进就打人。未来的陆太太就这脸涵养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把我惹到，我连你一起打。我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你的订婚宴上吧？陆总看到我就要追出去的，若不是安小姐死皮赖脸的拦着。你闭嘴！你这不要脸的狐狸精，还敢抢我的未婚夫！我这都是跟安小姐学的呀。
你不也是挖人墙角，给陆总当小三吗？这是踩到尾巴，急了。少晨哥，他推我。少晨哥，我只不过说了没有约不能上去，他就推我。陆总，是你未婚妻先动的手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无论如何，这里是陆氏，陆氏也有陆氏的规矩，况且有这么多证人在。那你说说，是我先动的手，还是这位小姐先动的手？是这位小姐先推的安小姐。陆总，你们陆氏员工都是这副品行啊。这位小姐，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。我知道你想见陆总，但是你也不能破坏陆氏的规矩啊。你还是追究我的责任吧。来，我现在帮你报警，等警察一来，监控一调，就真相大白了。不用了，不用报警了，这种小事你现在离开就行了。这怎么能算小事呢？这可是要坏了陆氏的规矩呀，对不对？少晨哥，你看他。我觉得叶小姐说的对，及时报警，查明真相，也免得你受委屈。可是这位安小姐为啥不让报警啊？这是先说我，我也觉得，毕竟监控一调出来，就能看得出来是这位小姐打的她。让你受委屈了，既然来了，就跟我上楼进行。好，我觉得这位小姐比安小姐强多了，就是不但聪明，还知书达理。你怎么会来陆氏？说来也巧，我投的简历被陆氏 HR 看中了，今天过来面试。那祝你一切顺利。你不会怪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的未婚妻难堪吧？那只是你的自保行为，这点分辨能力我还是有。原来陆总一开始不出手，是为了故意试探我的应对能力。那恭喜你，考验以前的浅浅受了。下午有空吗？一起喝杯下午茶，我带梦瑶向你陪酒。下午茶就不必了，如果你有空，晚上陪我去酒吧，陪我一醉解千愁。来晚了，自罚一杯。我就喜欢爽快的男人，特别是陆总你这个。那我属于哪个？当然是人帅、心又善的好人款。我们才认识没多久，就给我发好人卡。那是因为你姓龙女儿两姓，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如果朵朵有你这样的特别就好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朵朵当做我的亲生女儿。朵朵的爸爸到你。那你过来，我亲口告诉你，他是。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不想回家，我不想让朵朵看见我现在的这个样子。你送我去附近的酒店吧。你喝多了，在这睡吧。少晨哥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公司吗？没有啊，他在洗澡呢。又是你这只狐狸精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怎么，你白天欺负过我，就不允许我报复回来？少废话！我问你在哪儿？你说话呀！喂，贱人，别以为我找不到你。喂，爷爷，您睡了吗？您可要为我撑腰呀！有人他勾引少晨。爷爷。
少晨啊，就你在？晚上喝多了，不能酒驾，睡这儿了。怎么了，爷爷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爷爷，我没有什么理由能骗您吧？您今天来的目的，不会是给安慕瑶给我？少晨哥，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我担心你，才跟爷爷一起来找你的。给我的手机里安装定位系统，这就是你对我的关心。少晨哥，对不起。少晨啊，要不是你一直拖着不跟他结婚，梦瑶她能有这么敏感吗？我看呐，公司的事情就先放一放，尽快的和梦瑶完婚，让梦瑶怀上孩子。公司的事吗？忙！你老是这个借口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陆家就要断子绝孙了。这个月必须和梦瑶完婚。爷爷，你等等我。还有你，人家对方略施小计，就让你手忙脚乱的啊！爷爷，少晨哥他是我的软肋，可那女人偏偏用少晨哥刺激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啊。你最近啊，心思要花在少晨的身上。陆家少夫人的位置是那么好做的吗？多少人都在觊觎呢。我知道啊，爷爷。叶倩倩，你居然敢算计，气死我了！还记得我吗，老朋友？是你？你怎么突然联系我了？虽然时隔5年不联系，但我们的关系还未结束，不是吗？你想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坐稳陆太太的位置，但你也要帮我一个忙。我要陆氏集团的企业计划书。这不可能。得不到陆少禅，你抱着一个陆氏集团有什么用？不过镜花水月罢了。好，不过你得给我一点时间。妈咪，怎么了，宝贝？明天的家长会可以让爸比一起参加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那妈妈给你爸爸的手机号，打电话给他好不好？好耶！喂，请问是陆少成吗？你是朵朵？是我呀，爸比好厉害，居然猜到了。朵朵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？爸比这么出名，随便你打听着好啦。这么晚打电话过来，是有事吗？朵朵想让爸比参加家长会，爸比会来吗？好啊。好耶！明天在小太阳幼儿园见。等我。明天要见爸爸了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妹子在哪儿呀？多多，妈妈出去接个电话，你乖乖的好不好？朵朵，今天家长会又是你妈妈，你就没有爸爸。朵朵有爸爸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你妈妈骗你的，你这都相信呀？你不说，阿妈她怼我。哪来的死丫头，敢欺负我儿子？朵朵，你这当妈的也不知道管管你家死丫头，敢推我儿子？没说话吧？没有，是他说朵朵没有爸比的。我说的是实话。这位女士，你是不是应该也管管你儿子？哼，我儿子怎么了？用不用调监控，看是不是你家死丫头先动的手？你什么你？我看你们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爹生没爹养的样，怪不得这死丫头手不老实，敢欺负我儿子。朵朵不是那丫头，朵朵有爸比。我爱你。这孩子真没规矩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快点坐好。老师，这里有人欺负儿子，请把他们赶出去。哎呦，王太太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让他俩出去。老师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你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教训人？什么叫不分青红皂白？我还能冤枉你不成？妈咪，我不想上幼儿园了，我想回家。好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哼，敢和我顶嘴，
也不在龙城打听打听我是谁。就是呀，人王太太可是王氏珠宝店的老板娘，身份可金贵了。是，有多子？爸比，我的小公主，爸比来了。爸比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和妈咪好委屈呀。对不起，爸比错了。你就是陆氏集团的陆总。你就是刚才尊贵的王夫人。我跟陆总比起来，还不是小巫见大巫吗？爸比，就是这个花姨欺负我，还说我是野孩子。陆总，这不是一个误会。平时您日理万机的，我也见不到你，就以为……还有他刚才欺负妈咪。我是永远不是泰山，陆总，我不认识总裁夫人和大小姐。闭嘴！我要解释，你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陆总。还有，如果你还想和我们陆氏集团合作的话，就亲自来我陆家和我女儿道歉。那天晚上的事，不解释一下。那天晚上我着急回家陪朵朵，就先走了。今天的事情很感激你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已经拿到了陆氏集团的 offer， 以后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。这么仔细，你面试的是谁？明天你就知道了，记得早点来哦，得嘞。宝贝，你今天好棒，比超人还棒。那宝贝以后是要爸比呢，还是要超人呢？我这两个都要。走吧，快走。赵经理，叶小姐，很遗憾的通知你，珠宝设计师这个职位，我们有更合适的人选。昨天您和 HR 不是对我挺满意的吗？您今天突然变卦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在社会上混，不仅仅是凭的是学历和文凭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关系。我之所以来到陆氏，是因为觉得陆氏更看重员工的个人能力，而非人情世故。你这么做，就不怕给陆总脸上抹黑吗？我再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跟你争这个职位的人是我们陆总的未婚妻，我要是不让他入职，这不是在打我们陆总的脸？邵经理，请问我的办公室在哪儿？哎，我带你去。这个职位是我先看上的，安小姐，凡事都要有个先来后到，这个职位是我先看上。你先看上又如何？修行不够，还是后来者居上。安小姐以陆总未婚妻的名义走后门，还会在意修行？谁说我走后门？我分明靠的是专业能力。你有没有施展出来专业能力？我怎么知道你专不专业？你以为我会上你当？赵经理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叶小姐，你的简历我看过，即使不在陆氏，你也是名很优秀的设计师。这种恭维的话我不爱听，你还是讲给安小姐听。叶小姐，今天是来报道的。不好意思，陆总，我确实很想入职陆氏，但是您的未婚妻不太喜欢我，我只能先走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陆总，今天确实是叶小姐的报道仪式，不过安小姐也拿到了 offer， 所以你就仗着安梦瑶是我未婚妻，让叶小姐走。对对。少成哥，我大学学的也是珠宝设计，这份工作正适合我呀。我应聘的是设计组长，据我所知，安小姐大学读了半年就被劝退了吧？担当得起这个职位吗？学历又不代表能力，你凭什么瞧不起我？那你也没有工作经验啊，你不是 4S 店的吗？没有从事过珠宝设计吧？少成哥，你看他这样，你们公平竞争，咱们陆氏有一个单子已经被退了很多次了，你们谁能满足顾客的需求，谁就留下来。陆总，您说的那个客户不会是陈夫人跟她的女儿吧？没错。可是他们的要求向来刁钻，我们公司好几名设计师都被他们打死掉了，方案改了又改，他们始终都不满意啊。所以，这才考验他们的个人能力。咱们陆氏向来以顾客至上，如果没法满足顾客的需求，同样是会死。好的，陆总，那叶小姐、安小姐，跟我到会议室去。来找我们公司的客户呢，想为自己的母亲设计一份生日礼物，但是他们母女两人年龄相差极大，眼光也极具不同。
你们两个谁能设计出让他们两个共同满意的首饰来，谁就能被留用。好，我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出。请问可以用手稿吗？手稿这么老土啊？你不会用作图软件吗？以前我们学设计的时候都是用的手稿。拜托，手稿能精准的画出来吗？我们时间都很宝贵的，难道要等你逐一记下来再画吗？如果有人辅助的话，我可以和你同步完成。叶小姐，你可以使用手稿，你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，但请你也拿出真本事来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我和这位安小姐一样，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好，谢谢。圆规、直角尺、橡皮。赵经理，请过目。我也好。陆总，这两位小姐的设计各有千秋，这实在是难以分辨。我决定录用叶小姐。什么？说到真的，我设计的哪里不好？长辈们明明都很喜欢绿松石的。那这样，叶小姐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点评一下对方的作品。好，那我就直言了。这套珠宝看起来璀璨夺目，但是样式方面太过于薄，而且绿松石并不适合以黄金作为搭配，过分的浮夸感会整体拉低顾客的档。耳环以花瓣为衬，则有些轻佻，有档次的顾客肯定不会抢单。哼，我就是对我的设计有自信。我觉得作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，更是要设计出让顾客满意的作品。安小姐有自信是好事，但是也要有能力来支撑这份自信。况且陆氏的宗旨是顾客至上，安小姐的设计理念怕是有些与陆氏背道而驰的。你说的这么头头是道，你就能保证顾客能为你的设计买单吗？那好，我来说一下我的设计理念。项链是黑曜石，黑色比较稳重，长辈们会喜欢，也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百搭审。但纤细的链条会显得太沉重，所以我在接口处用了流苏作为装饰，这样整体就有了松散轻盈的感觉。耳环呢是用了钻石作为点缀，既简单又璀璨。陆总，我有很大的把握能让顾客签下这单。好，去办手续吧。恭喜你啊，叶小姐，你被录用了。谢谢陆总。陆总，既然我现在是组长，我觉得安小姐也是蛮有能力的。要不然这样，我顺带把安小姐收了，让她给我打下手。叶菲菲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安小姐，我又不会亏待你，你只要好好跟着我，迟早我会把你的审美带出来。我进陆氏是为了偷陆氏的企业计划书，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再找理由进入陆氏就难了。好吧，只要少成哥同意，我就没问题。奇怪，安梦瑶怎么会甘心做我的手下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你们两个一起去办入职手续。今天的面试就到这，明天正式来申办。林峰，我已经顺利入职陆氏了，我必须要这样，我要让陆少晨重新爱上我，我必须要让他无时无刻见到我心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，我要去接朵朵了。少晨，去哪儿？去小太阳幼儿园，我去接朵朵。少晨，朵朵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我找遍了整个幼儿园，都没有见到她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朵朵可能去卫生间了。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高、穿着公主裙、背着紫书包的小姑娘？我好像有点印象，她想叫朵朵吧？对，她好像被人接走了。你们是她的父母？被人接走了？她被一个穿一身黑衣服、戴着口罩的人接走了。当时她好像睡着了。好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找。怎么办？现在也没
给大家报警，我超过了48小时不能立案。可是朵朵万一出什么事情怎么办？喂，叶菲菲是吧？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。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？别急，我跟你做个交易，只要你答应我离开荣城，我就把女儿还给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把我女儿放了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我有点不信呢。为了让我看见你的诚意，你先来建设路的工地，我等你。怎么办？他让我一个人去工地，万一……我陪你去。少晨，我先自己过去，对方不让我带人，我怕他看到你会直接撕票。等等，手机给我。跟我时刻保持联系，好让我知道那边怎么样。好。朵朵，你自己一个人来的？对。算你还识相，但是我改变主意了，给我50万，我就放了这人。我哪有那么多钱？你连大款都傍上了，还差这50万吗？你说什么？少他妈废话，给还是不给？傍大款，看来这人知道我认识陆少晨，难道是安梦瑶干的？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要看看朵朵目前的情况。他只是晕过去了，又不是死了。我要离近看。好，你离近点看，但是你敢耍花样，我马上弄死你。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，你把银行卡号告诉我。我只要现金，你现在去取，跟上去。朵朵，朵朵，菲菲，快走！哎，少晨，少晨，姐姐。我回国是为了报仇，不是为了钱。你这个样子，让我怎么办？姐姐，别怕，姐姐。林芳，今天谢谢你及时赶到报警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也是恰好路过那边，就车之劳罢了。他毕竟是为了朵朵受伤的，如果真的有大碍，我心里也会不舒服。他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并不大碍，你放心吧。姐姐，你在这里陪他吧，我出去忙。好。出来，咱们聊聊。你醒了？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吧，我尸死没那么重。朵朵呢？朵朵怎么样？朵朵被下了安眠药，现在在隔壁病房睡觉呢。菲菲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们还是搬到陆家吧，毕竟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男孩子。这怎么行呢？你是有未婚妻的，我搬过去，安小姐会生气的。就这么定了，晚上我让小杨去接你。爸比好厉害，爸比是超人，爸比今天又惹了哥哥。如果能天天跟爸比在一起就好了。那你喜欢爸爸吗？不会。叶小姐，是我认识你，你是我爸爸的朋友。真聪明。少爷吩咐我将你们母女两个带回陆家。好耶！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。少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杨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奉命行事，有事你问少爷对不对？你
安小姐何必对杨先生置气呢？毕竟是少晨让我住进来的。是吗？是少爷要让我把他们母子接进来，以后就住在陆家。安小姐，以后同在一个屋檐下，还请多多指教。当然，那以后我们就互相关照吧。叶小姐，您的房间在楼上。来吧。要哎，叶组长，什么事？您是要去送文件吗？要不我帮您吧，毕竟以后不管是在陆氏还是在家里，都要您多多照顾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少晨哥，叶小姐，啊，你找我们陆总有事儿吗？我们陆总现在正在医院，有什么事你可以先找我。没有，我随便走走，找找灵感。我先走了。回家。安娜，你们回来啦，菜我做好了，快洗手吃饭吧。叶小姐，我不知道你的口味儿，我都是按照少晨哥喜欢吃做的，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？我比较喜欢吃清淡的，这些重油重盐，还是重做吧。什么？算了，让我妈去做。还是我来做吧。叶小姐当了这么多年单亲妈妈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小孩子养的这么瘦，肯定是没吃的什么好东西。我这不是瘦，是苗条，才不要长胖呢。对，咱们朵朵说的对的，朵朵啊最苗条了。那我先带朵朵上楼了，饭做好了我再下。走吧，朵朵。谢谢你的好意，菜放这儿吧，人出去。别着急赶我走啊，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聊聊。什么？你知道少晨哥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，让你住进陆家，还给你找工作吗？让我在陆氏集团工作，是因为我的能力；让我在陆家住，大概是因为腻了吧。好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少晨哥啊，有个前妻叫叶浅浅，你跟他长得倒是有几分相似，所以他对你有几分兴趣。不过呀，他只是把你当替身，明白吗？是吗？那真是太幸运了，毕竟不是谁都能长出这张脸的。叶菲菲，你就这么贱！别犟，有这时间你不如去整整容，说不定啊，整成我这个样子，少晨还能多看你几眼。不过，你知道叶浅浅那个贱人最后的下场是什么？他跟我斗，最后死在了我的手里。什么？他跟我抢男人，最后被我的人撞死。我也劝你啊，别自不量力的跟我。倒是你，不如去整整容，不然呀，和死人长得像，多晦气。这是我替那个可怜的女人还给你的。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小三，还想成为陆太太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！怎么回事？安小姐自己摔倒了，你还是该把她带走了。我扶你出去。陆总，安小姐是手腕脱臼了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但是这几天注意不要搬重物。你先出去吧。好。梦瑶，怎么摔一下，手腕还能挺强？少晨哥，是叶菲菲她把我的手腕搞成这样的。少晨，我没有。你胡说，难道我还能冤枉你不成？少晨，你救了我女儿2次，我对你万分感激，怎么能伤害你未婚妻呢？再说了，我跟安小姐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伤害她呢？少晨哥，真的是他！菲菲说的有道理，是不是因为菲菲抢了你设计师组长的职位，你就故意设计诬陷？少晨哥，我真的没有啊！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安小姐，你这是在质疑少晨的分辨能力吗？你气我抢了你的位置，住进了你家，我能理解，但是你别把少晨当傻子呀。
少成哥，我受欺负了，你能不帮我吗？你受欺负了，我自会帮，但不是让你无理取闹的。没事，少晨，你先去休息吧，我来跟他聊聊，开导一下他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你不是说我斗不过你？你想干嘛？你给我出去！啊！别怕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以后啊，不管在哪见到我叶菲菲，记得要夹起你来。那个叶菲菲到底是什么底线？为什么看着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吃了一样？我跟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和我过不去？怎么办？他这么狡猾，比叶浅浅段位高太多，我该怎么把他弄出去？喂，喂，宝贝，麻烦把尾款付了呗。你又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你差点害了少成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陆少成根本不爱你，你怎么不听呢？如果不是我们的照片莫名出现在婚宴上，他也不会不要我。还有，你捅了陆少成，你麻烦大了，我可不敢跟你玩。宝宝，今天想听什么故事呀？朵朵今天不想听故事，想跟爸比一起睡觉。可是爸爸已经休息了呀。朵朵，爸比，哎，妈咪，你看爸比没有休息。爸比，你那么晚回来，去给朵朵赚钱买玩具了吗？对呀，朵朵，那你告诉爸比，你最近在这里睡还习惯吗？习惯是习惯，但是我听幼儿园的同学说，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一起睡觉的。朵朵，你这个要求过分了。不这样，朵朵，爸爸不能跟我们睡在一起。你凶他干嘛？你想让朵朵一起和睡吧？耶！我和爸爸妈妈可以睡在一起的。我睡到中间，你们俩睡到我旁边。好了，睡觉吧。我们要拉着手睡。爸爸妈妈晚安。浅浅，浅浅，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长得这么像的人，我更觉得是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不与我相认，或者是你失忆了，认不得我是个小贩，很可笑，对不对？浅浅，这5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我不知道你得癌症的事，更不知道安梦瑶告诉你结婚的事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这次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说好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哼，我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我孙子的魂儿啊，都会被那心术不正的女人给勾走了。是我追求菲菲的，她没勾引我。菲菲，先来朵朵上楼。好。都不许走。陆少成啊，如果你非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就从我陆氏集团滚出去。可以，那就当我提前退休了。我孙子的翅膀硬了啊！我看你倒是能硬到什么时候？给我出去，跪着！陆老爷子，您别为难少臣，以后我们不见面就是了。别跟我玩什么以退为进的把戏了，我什么人没有见过。不用担心，爷爷，您让我跪，我跪便是，但您别为难菲菲跟孩子。跪得好啊！啊，真不愧是我陆振廷的孙子啊！小杨，去把我放在那边的棍子给我拿过来。老爷，
那棍子我之前拿走了。快去！老爷，少爷这几天操心公司的事情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您动家法，他受不住呀！受不住也得受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是我的棍子硬，还是他的嘴硬。老爷，让你去你就去，我也要看看棍子和我的身子哪一个更硬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和那个女人断还是不断？爷爷，男人要护着的无非是两样，一是眼前的事业，二是怀里的女人。这是您教我。你是在用我教给你的道理来教育我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在遵从您的教导。可是我没有教你跟长辈顶嘴啊！姐姐，有个事啊，跟我回屋。哼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上演一出苦命鸳鸯的戏，我就会心软。像你这种趋炎附势的女子，陆老爷子，你说我高攀陆少臣，可我得到了什么？我有正经工作，从未白嫖过陆家一分钱。你不用说的天花乱坠，我调查过你，你的资料全都是假的。你说你来我们陆家到底是什么目的？爷爷，我跟我进屋说。开个价吧，想要多少？爷爷是觉得我留在少臣身边是为了钱？不是为了钱，你来干什么啊？你整成这个样子也花了不少钱吧？老爷爷，我妈妈天生就那么好看。小家伙，你在门外偷听了多久了？很久了，我都数到1000了。年龄不大，数倒是数得挺全的啊！我可厉害了，我都上幼儿园大班了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好，妈咪，我可以跟老爷爷说几句话吗？好吧，那你要注意分寸。我欺负了你妈妈，你就不害怕我吗？不害怕，我长这么漂亮，老爷爷肯定很喜欢我吧？真是个好孩子啊！妈咪，朵朵，老爷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啊，老爷爷还夸朵朵聪明呢。老爷子明明很生气的，怎么突然冷静了？叶菲菲，你还有脸待在这儿？朵朵，你先回房间自己玩，妈妈一会儿来找你好不好？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儿？是谁前几天说以后我们就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还让我多关照你？跟你客气几句，你还当真了？在陆家呀，是陆老爷子当家，你惹到了他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原来陆老爷子是你搬来的救兵啊！你知道就好。爷爷为了不让我受委屈，专门从老家过来给我撑腰。叶菲菲，你觉得你斗得过我？专门为你来撑腰，安梦瑶，你把老爷子当枪使，还有良心吗？陆老爷子让我嫁进陆家，给我撑腰，那是应该的。爷爷，你怎么来啦？吴必就，你跟爷爷说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爷爷慧眼识人，是君子是小人，自然分得清。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我是他亲孙子，他不会下狠手。这次我欠你个人情，会还的。阿什，以身相许。别闹！你替我挨了一棍子，人情已经还清了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是为了我挨的，我不想亏欠别人。只是这样。在家。有事吗？哦，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做饭吃，你不感到荣幸吗？我知道，我很快到家。这次吗？小心小心！梦瑶，梦瑶，梦瑶！少山麻烦，你没事就好。
也见不到你了。别怕，医生说了，没大碍，休养几天就好。当时那个人是对付我的，你干嘛那么傻冲上去？少成哥，在我心里，你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。但我并不值得你这样做。少成哥，你别这样说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人插足了我们的订婚典礼，我早就是你的人了。少成哥，你在订婚宴上的失态，都是因为那个女人长得像叶浅浅，对吗？她都已经去世5年了，你还忘不了她吗？陆少晨，干什么呢？你不是让我在家等你吗？怎么自己跑到这里来？菲菲，今晚有人要杀我，是孟瑶。替你挡了一棍，对吗？好感人呢，伤得重吗？会死人吗？菲菲，我在问他。我伤得不重，医生说好好休养几天就没事了。那个歹徒恨不得要杀死陆少晨，怎么棍子到你这儿，下手就变轻了呢？叶菲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陆总这么聪明，就不用让我刻意把事情捅破了。孟瑶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生命，医生也说了，好好休养几天就行了。这点皮外伤也没见掉了他的命。我知道，少成哥来陪我，惹你不高兴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好啊，那你倒说说错哪儿？孟瑶，你不用道歉，我替你道。孟瑶她不舒服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她了。好吧，那等你什么时候身体好了，我再来为难她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？无理取闹？听说陆总生平就爱沾花惹草，为了小三逼死前妻，今日一见，真让我开了眼。菲菲，像你这种被恶意蒙蔽了双眼的瞎子，永远发现不了真相。如果你前妻还活着，估计都要被你气死了。叶菲菲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少成哥，我真替你感到不值。她还没成为你女朋友，就这么任性。要是成为你女朋友，还不得更变本加厉啊？还不是因为她这张脸，才有这么好的福气被少成哥看上。算了，别说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走走。浅浅，你今晚是加班了吗？对啊，加班的很晚，我是从医院一路跟过来的。你这个样子，有心事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有点无聊。今晚我值班，刚才我都看到了。很可笑是不是？陆少成他说他找了我5年，装出一副很深情的样子。他所谓的深情，也许只能感动他自己吧。既然你已经知道陆少成最后还是选择了孟瑶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执着？执着？如果我不执着，我爸的车祸是来帮他伸冤，还有我和孩子这么多年的痛苦。我都知道，如果叔叔在天有灵，肯定不会希望你这么做的。让我带你走，离开陆少成。你要带谁走？徐医生，晚上不好好讲，缠着我女儿走。陆总一个未婚妻，一个女友，这好事儿全让你一个人占了。这一次别想动我的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许凌风现在有个习惯，就是爱抢别人的东西。徐医生，没事吧？啊，小伤，没事的。菲菲，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教你如何做陆少成的女人。你干嘛？说，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许凌风的？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认识的。干嘛？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喜欢招蜂引蝶？如果你敢给我招蜂引蝶，我不介意沾花惹草。而且，自我前妻去世以来，我已经守身如玉5年，早就不知道醉生梦死的滋味了。别碰我！你这恰到好处的挣扎，却让我更加的兴奋。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妈咪，多多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爸爸妈妈刚才在……刚刚妈妈晕倒了，爸爸在给妈妈做人工呼吸呢。对，妈妈刚才晕倒了。爸爸好厉害，爸爸是超人。少爷，
这是根据你指甲里的皮肉组织找到绑架叶星朵的人。陈光，这人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？少神哥，这是我跟我前男友的照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你这几天重点盯他一下，再查一下他近期和安梦瑶之间是否有过往。是。菲菲最近工作完成怎么样？少爷，您真是慧眼识人啊！叶小姐刚入职就已经签了3笔大单，今天还有个客户要来交尾款，还说要见见那位出色的设计师呢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把你们叶大设计师给我叫出来！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叶菲菲是你们这儿的人吧？把她给我叫出来！我要当面问问她，抄袭别的公司的设计图，这算不算是没有职业道德？辛苦了。谢谢。最近工作还顺心吗？顺心的。如果说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，随时过来找我。喂。好，我知道。少晨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给顾客设计的产品里都是你原创的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刚才前台打电话跟我说，今天准备付尾款的女士已经到了楼下，情绪很不稳，让你亲自去见她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误会我是抄袭？不是我，证据都拿来。这位小姐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，我们叶总忙得很，恐怕没时间见您。你是谁？我叫安梦瑶，是陆总的未婚妻，一直在叶菲菲手底下做事儿。实不相瞒，我早就看不惯叶菲菲这种抄袭别人作品的行为了，只不过我没办法借着陆总狐假虎威，所以就只能一直忍气吞声了。安梦瑶，你说什么呢？叶小姐，我选中你做我的设计师，是因为看中了你的才能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也会抄袭。有什么话我们上楼慢慢说，我给您泡您最喜欢的碧螺春啊，或者是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都可以，您看怎么样？有什么不能在这儿说呀？叶设计师是不是心虚呀？这没你的事情，请上楼。喂，你们现在可以过来了。其实我今天来也不是非要和你撕破脸，让你亲自下来，就是想看看你的诚意。那您判断我抄袭的证据是？怎么会这样？乘风集团今天召开了发布会，定下他们项链的款式以海洋之心为主题。这图片和你给我设计的项链是一模一样。那您为什么不怀疑是他先抄袭的我？连发布会都召开了，叶小姐是觉得他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事有蹊跷，我必须要调查清楚后给您答复啊。但是该您的那一份我绝对不会少，我重新帮您设计一份，还有您之前的定金我会一分不差的退给您。行吧，看你也挺不容易的。在那，叶小姐，叶小姐在那，叶小姐。叶小姐，经举报，有人说你抄袭乘风集团的珠宝设计图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我没举报你啊。不是，你们别拍我啊，这事可跟我没关系啊。叶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？叶小姐，请问你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那个，你们继续喊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来回答。自从我进入陆氏之后，我创作的每一份稿子都是精心原创，从未抄袭。那是不是你曾经抄袭过，但是不记得了呢？不，从来不会。叶小姐，那请问你和安小姐是有什么过节吗？你是嫉妒安小姐吗？什么？你大家误会了。叶小姐并没有和我抢这个职位，我们是公平竞争。而且我觉得叶小姐作为单亲妈妈实在很辛苦，她比我更适合这份职位。还是安小姐把职位让给你们。安小姐可真善良。是啊。少爷，记者们已经在楼下围观了，您真的不打算帮帮叶小姐吗？她比我想的要聪明，如果她没抄袭，自会找到应对的办法；如果她抄袭了，那就属于她自作自受。少爷，可是叶小姐是陆氏的设计师，她出事不就相当于砸了陆氏的门面吗？你记住了，咱们陆氏在荣昌早就不需要靠这些员工来撑门面了。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既然做了错事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叶小姐，
你找我们陆总有事儿吗？没有，我随便走走，找找灵感。少爷，我突然想起件事，就是您妹出院那天，我看见叶小姐站在您办公室外鬼鬼祟祟的。她在干什么？我叫她的时候，她下意识藏手机，像是在拍什么东西。少爷，她不会是想将咱们公司的机密透露给竞争对手吧？那个成峰集团自4、5年前就和咱们过不去。成峰集团，他老总叫什么名字？叫许天成。许天成，这不正是许林峰的父亲？好你个叶姐姐，居然敢偷公司的机密传递给许林峰，直到现在你都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别让我找到你坑害我的证据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抄袭。可叶小姐只凭一张嘴，如何能证明呢？而且叶小姐还曾经搞砸了安小姐的订婚典礼，如此人品，抄袭的可能性也很大啊。你们判断黑白的基准只是猜测吗？我们是根据事实分析的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安小姐前几日为了救陆总而受伤。叶小姐，难道你还不打算从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中撤出吗？安小姐，请问你对于感情被插足这件事是如何看待的？我理解叶小姐的不理智，毕竟我们爱上的是同一个人。我觉得一个人要面临很多选择，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。叶小姐只是做错了选择题，我理解她。叶小姐并不是第三者，我和叶小姐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。叶小姐从未做过谁的第三者。林峰，你别说话，正正看着。各位，叶小姐在陆氏上班，避免不了和上司打交道。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传出我女朋友流言蜚语的事情很正常。总之，我再次澄清，叶小姐从未做过任何人的第三者。那叶小姐为什么不在安小姐面前挑明恋情呢？前2天，叶小姐和我闹别扭，跟我赌气，所以没和安美瑶说清楚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大家就散了吧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工作呢。好，姐姐，刚才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，你就要背负第三者的骂名了。暂且抛开这个不说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记者们在陆氏？陆氏的？哎，别碰我！你说知道什么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跟朵朵被绑架的时候，陆少晨受伤的时候，恰巧我就想知道，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你是怎么用度过日子？还有，我的作品莫名其妙被判定抄袭，抄的还是成分题。我承认，5年前我是和安美瑶联手了，但当我知道是他派人开车撞你的时候，我就和他断绝关系了呀。不能万不得已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再找他的。你是我最信任的，为什么连你也骗我？倩倩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是我错了。你说话呀，倩倩。你教他什么？叶倩倩，你原来一直都在骗我。入职陆氏，偷商业计划出给许林峰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随便你怎么想。所以5年前你根本就没有死，你躲了我5年，你知道这5年我找你找的快疯了吗？拿开你的脏手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倩倩？你不好过，难道她就好过了吗？倩倩得了癌症，这5年你知道吗？她多少次从鬼门关差点出不来。小新得败血症的时候，你人在哪儿？小星，什么小星？叶倩倩，你有多少事还瞒着我？还有叶心朵，是你让她管我叫爸爸的。她到底是谁的女儿？陆少晨，你是怎么说出这样的话的？你配得一个父亲吗？所以，是我的亲生，我还有一个孩子叫小新。当年独角，你离开我就这样。我也想解释。你在我的心里留下的痕迹，以后可还珍惜？倩倩，好些了吗？倩倩，对不起，医生说你早晨没吃饭，
有些低血糖，我去给你们吃的。对，你没干嘛？我去。你的计划书不是我的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为什么啊？别说话了，我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不是，你问什么都行，只要你肯留我一条命。你和安梦瑶之间是什么？安梦瑶，那个臭婆娘让我办事还不给钱，她就是个婊子。现在和安梦瑶指使你做的事，一五一十的给交代清楚。叶菲菲，现在在大家眼里，我才是那个深情专一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少成哥，你回来啦！伤好，早就好了，轻伤不碍事儿的。啊，现在不痛了是吗？不痛啊。有你自己，当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听不懂。是吗？不痛。你找人开车赚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人问过钱钱会不会疼？少成哥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。你那么爱叶钱钱，可是他不识好歹，给你戴绿帽子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少成哥，你就看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我给你资金，帮助你东山再起，你就饶了我吧！安梦瑶，你可真不要脸！你忘了这钱是怎么来的了吗？今天下午，叶商明会开车在郑州市服务局酒会，我已经在他们的上级传过书教，他们三个今天必死。所以陆氏倒台，宋薇收购陆氏之后给了你钱，你再把钱给我，让我东山再起，又害了简简的孩子，让他出生就得了败血症。是又怎么样？陆少臣，人血馒头好吃吗？现在的陆氏啊，是用你父母的血建啊。对了，还有你的孩子，当初差点就死在重镇县陆氏。信不信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是你自己眼瞎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叶浅浅身上，让他守了3年的红。陆少臣，你这一辈子都活在愧疚和悔恨中了。把安梦瑶给我带下去，关起来。浅浅，舅舅就要离开荣城，是舅舅糊涂，我不应该利欲熏心。以后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如果不是安梦瑶当初送你进监狱，你是不是会继续跟他合作？这辈子不会出点事。舅舅有罪啊！指认他是舅舅能帮你做到的最后一件事。你以后和陆少一定要好好的。倩倩，我们回家吧。姐，是我害了你啊！看来这个，我找人做了鉴定，叶心朵确实是你的女儿。谢谢爷爷还想着我的事情。说来可笑，我身为陆氏的主权人，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保护不了。这些忏悔的话说多了也没有用，你现在要想的是如何补偿浅浅和你的2个孩子。我已经把安梦瑶绳之以法，她后半辈子
都会在监狱中度过。但现在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芊芊。不好了，少爷，夫人和小姐都不见了。什么？爸比爸爸，我们一起走吗？多多，妈妈一个人带你回去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超人爸爸。多多，哥哥一个人在 M 国呢，多多不想哥哥吗？不想呀。可是哥哥也需要妈妈呀，我们一起去找哥哥团聚，不好吗？可是多多想爸爸呀，我们一起去接哥哥吧。芊芊，少爷慢点儿。爸比，你是和我们一起走的吗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爸比了。你是不是了？芊芊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能不能留下来？芊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你和孩子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？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丈夫。陆先生忘了，我们早就有联系。你是照耀在我生命的一束光，点点滴滴都让我向往。老5年之后，你愿不愿意再错一次路？妈咪，你就答应爸比吧。少夫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陆少成，你决定让我射死是不是？老婆，他就是你儿子小新。小新，妈妈，叔叔，你是谁？小新，我是爸爸。你胡说！我如果有爸爸，我妈妈就不会受苦了。小新，他真的是你爸爸。妈妈去龙城把你爸爸带回来。被人带才知道回来的爸爸，不称职。小星，那以后我会做一个称职的爸爸，保护好妈妈、朵朵还有小星，好不好？切，等我长大了也能保护妈妈。你这么想做我爸爸，看你表现吧。那我要表现得多好，才能让小星满意？首先要学会做饭，以后妈妈不在的时候，爸爸就要给我和妹妹做饭。好。还要看育儿教科书，身为爸爸也是要积累素材，照顾好我和妹妹的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，3、2、1，笑一笑。宝宝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小星最近越来越喜欢我，而且我昨天晚上亲她，她都没反抗。还不是因为你给他买玩具，你们就要等量交换。而且小星知道我看完了育儿书，给我出了张口笛。别说小星的自己跟我挺像的。小星这孩子你也知道，你对他好，他也会对你好。你要是晚上想跟他一起睡就要……我知道，我明天再给他买辆玩具车。走了。